如今手机已经成为了很多内容创作者都离不开的工具。这次我们 Double 湖去北海道旅行，我全程都是用手上的这台 iPhone 来拍摄我的旅行 Vlog。先给大家看一段我拍的画面。好，大家觉得怎么样呢？我个人觉得，虽然画质还比不上专业相机，但已经可以满足我日常拍摄的画质要求了。而且比起相机，手机最大的优势就是便携性，拍摄设备的重量会直接影响整个旅行体验。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如何让你的 iPhone 变成一台随身电影机。首先就是选择拍摄 App， 那我自己比较习惯用 Blackmagic， 因为它可以解锁一些原生相机没有的功能。其他像是 Final Cut 手机版也可以选择，看个人喜好。好，那我们打开 Blackmagic， 这是我这次用到的一套设置。那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要这样设置。首先，我选的是 HEVC H265， 在画面质量和文件大小之间，这是一个比较平衡的选择。那如果你有外接硬盘，同时具有一定的后期处理能力，也可以选择更高规格的 ProRes。接着我会选择 Apple Log 2来拍摄，也就是先拍摄所谓的灰片，为的是方便后期调色。因为直接拍灰片呢，不太好判断你的曝光是否正确，所以我会把 Log 监看打开，这样在拍的时候，你看到的是正常颜色的画面，但实际存下来的影片还是灰片。分辨率这里呢，我选的是 Open Gate， 也就是片门全开，简单理解就是用手机感光元件的完整面积来拍摄。在同焦距下，比起16:9的 4K 画幅，也能拍到更多的画面。主要是我很喜欢这个画面比例，看起来有点像老电影。当然你也可以选择 4K 来拍摄16:9的画面，这个就看个人喜好。但是 Blackmagic 目前 Open Gate 模式还不支持 4K， 那为什么我还要拍呢？因为我也是拍完才发现它没有 4K。 设置好这些之后呢，基本就可以拍了。如果你刚开始使用 Blackmagic， 其实真的不用想太多，画面里你想拍什么就直接点它，点一下曝光基本就不会差。如果画面你觉得有点暗，我们再稍微拉亮一点就好了，这样可以保留更多的暗部细节。那拍完了灰片，就要面临一个让很多新手朋友都望而却步的难题——调色。但是你今天可是来着了，我会把我自己做的一个调色 LUT 放在评论区。这个 LUT 是我反复调试过的，只要你在拍摄的时候曝光和色温正确，直接套用就可以得到和我影片相似的色彩风格。那经过我的试验呢，算是比较适合多种光线环境。那如果你觉得还不错，可以给我按个赞。而如果你用了我的 LUT 进行创作，也可以艾特我让我看到。各位选择用我的色彩来装点自己的生活，这是我的荣幸。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我这次拍摄时候的镜头选择。iPhone 上的镜头其实并不复杂，大家也能看到，就是这3颗。首先我要用到的就是这个超广角。超广角镜头适合空间狭小的环境，很适合拍摄探店的内容，同时它的畸变也能带来一种失真的影像风格。然后标准镜头是我用的最多的一颗，拍人物、拍街头都很自然。长焦镜头除了可以拉近远处的景色之外呢，还可以压缩景深，将人物和背景拍得更有层次感。但注意 iPhone 17 Pro 的长焦镜头光圈比较小，光线弱的环境画质就不是很理想了。那实际拍摄的时候呢，同一个场景我通常会不同的距离都拍几段。拍短片中最重要的一个意识就是分镜意识，比如先拍一个远景，像这样，再拍一个中景，最后补1-2个近一点的画面。
回到家剪辑的时候，把这些画面拼在一起，就已经是一套完整的镜头组接了。那接下来我要简单讲一下运镜。那对于新手来说呢，运镜其实并不需要很复杂。我个人的习惯是一个镜头只做一种运镜，比如这个镜头我只往前走，那下一个镜头我只左右平移，再下一个镜头只做一个轻微的抬头或低头就好了，不需要在一个镜头里边同时前后左右上下都来。那甚至很多时候我会建议你可以固定机位一直拍摄，那因为你的画面固定下来的时候，反而会更容易让人专注在你的画面上。那说到运镜呢，有一个拍摄手柄就会轻松很多。我这次用的是 JGC 的磁吸拍摄手柄，边走边拍的时候，对我来说真的省力很多。只要简单的这样磁吸的安装以后呢，它的握持手感就会有非常大的提升，这样你运镜的时候画面也会更稳。再加上它的这个磁吸的快门按钮是有蓝牙功能的，长按开启以后呢，你就可以远程的去遥控它来拍摄。那装上这个手柄之后呢，你的手机就会更接近一台摄影机。那这个手柄的另一个强大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在这个手柄上面安装各式各样的滤镜。我手上的这款呢就是 ND 滤镜，也是 JGC 的，这个我在富士相机的教学里边也说了很多次了。那它主要起到的就是一个减光的作用。那我们知道白天拍雪景的时候，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画面太亮，光线如果很强的时候呢，快门速度会变得很高，那运动的画面呢就会显得比较卡顿。那这个时候呢，我会装一个可调的 ND 滤镜，把光线压下来，快门速度就会更慢一点，这样拍出来的动作呢会更符合我们肉眼的观感。那除了 ND 减光镜以外呢，它还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滤镜，就是 Black Mist 加 CPL， 也就是黑柔加偏振镜。没错，这一片滤镜就把两个功能都做在了一起。那我们在逆光或者雪地反光的场景呢，我会装 Black Mist 加 CPL 的复合滤镜，它的高光就会更柔一点，能拍出这种淡淡的光晕的效果。弧面或者镜面的反光也会被消除掉，画面看起来会干净很多，也会有一种朦胧的浪漫的感觉。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这块星光镜，它的作用呢，就是可以把点光源拍成星芒的效果，就很像以前家里边 DV 机的画面，很有迁徙感。好，以上呢就是这次我用 iPhone 拍摄北海道 Vlog 的完整流程。如果你也喜欢随时随地记录一些自己的日常，不妨拿起手机去拍出属于你自己的生活电影。